你刚刚是不是刷美女刷忘了，然后忘记换软件了，还是我提醒你的？哦，那你让他看美女来看什么呢？我在看你，宝贝儿。他准备好了啊！对不起，我上套了啊！我以后要提高一下警惕。Hello， 大家好啊，歡迎來到離線玩家 Online 的頻道啊。粵語啊，什麼意思？這一期啊，尊到不行，好吧？我手上這台呢是 OPPO Find X9 Ultra， 是目前最新的一個機器啊，也是更新的最多的一個機器嗎？對，是的。然後我覺得它很尊的點是什麼呢？價格。跳水的速度。對不起，好啊，但是電池7000毫安是非常大，然後並且是2顆長焦啊，是適合10倍的，並且呢，它這個屏幕還是2K 啊，就是我們今天有一台是沒有2K 的，我就不說它是誰了，好吧？好自為之。哦。但是價格也確實是最貴的，我真的無力吐槽了。希望它早日回歸到正常的水平，好吧？但是它現在自主降價了嘛，對吧？通過各種非常離奇的方式啊。對，可能是他們內部操作啊，確實感謝他們內部人員，好吧？你的營銷不也挺成功的嗎？為什麼不提呢？哎，我的這台這麼大的火山口，這麼凸的攝像頭，一看就是vivo 家的 X300 Ultra。他剛才白就說成 OPPO 了。我也有2K 屏啊，我還有144，你有144吧？不該有嗎？這個價格你不該有嗎？誰沒有啊？我還比你多一個長焦嘞。誰沒有144啊？我電視還比你大嘞。我在說他呢，你說我幹嘛？不好意思，有句了，誤聲有句了，不好意思。不要吵。那我的就是華為 P29 Max， 哎，電池稍微小一點，是稍微嗎？處理器可能稍微6000可以了，不用再重複了。處理器就是9030S， 可能比你們極限性能稍微差一點吧。差一點嗎？差一點啊。我感覺差一點哦。然後我有2代紅枫，怎麼說？2代丹霞怎麼說？今天實戰看分析。那你是什麼？那你是什麼？你沒有？有一個。你也有你也有。側邊指紋。傳統。怎麼聲音這麼小啊？價格便宜。側邊指紋。價格便宜。有沒有人臉？不需要人臉。好。不要臉。那麼相關的設置和流程，我們在中屏的那個地方呢，大家可以暫停看一下。如果喜歡我們視頻，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Ultra 嘛，我們就先拍照吧。OK， 朋友們，又是上班很早的一天啊，人沒有睡醒。但是我們剛剛進入到這個錄像的這個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屏幕亮度啊，左邊的 vivo 非常的高啊，而且我们是重新開完過自動亮度的，看中間的 OPPO， 對吧？怎麼辦呢？這個又保守了。聽說是5層主板啊，就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然後我們今天也挺熱的，32度。來吧，我們先錄像吧，你們站好。vivo 它默認的是鮮明，但是我給它調成了原色，因為華為這邊是原色 ，OPPO 是不能調的啊。現在是 vivo 的14毫米，我們現在來拖一下啊。看一下它的變焦，我感覺它畫面這個曝光好高啊。OK， 35毫米是切了的，主攝切了。OK， 長焦也切了85毫米，它最高是690毫米30倍。我真的感覺它這個後面曝光爆的好厲害啊！好，這是它30倍的效果，而且我感覺它的防抖一般般啊。我們都是開的默認防抖的，現在我切回到1倍，你可以看到它那個後面那個背景過曝的比較嚴重啊。OPPO 好，切到。OK， 超廣角是 OK 的，開始拖1倍也是切了的，感覺它切起來就沒有 OPPO 那麼 vivo 那麼絲滑。OK， 3倍也是切了的，10倍也切了，它最高也是30倍，但是我感覺它已經有點掉幀了，我從屏幕上看它已經不是60幀了，但是清晰度還是可以的啊。華為啊，它的超廣角是12毫米啊，來，我現在開始拖。OK， 1倍切了，也挺絲滑的，跟 vivo 差不多。OK， 4倍也切了，但是這個4倍感覺就不是那麼絲滑了啊。它最高也是30倍，好，有點糊感覺。30倍 OK， 這是30倍的效果。哎，但是我感覺它的畫面變動了一下，好像比之前效果好一點了。它在拖的過程中感覺效果就比較差啊。慢慢的向他們走過去，中間這個 OPPO 已經掉幀了。vivo 也掉幀了。OK， 華為還沒有掉幀啊 ，OV 全都掉幀了，朋友們都是有30幀了。好，開始轉圈，這個防抖，因為他們取景框已經有點掉幀了，我也有點說不太出來了啊。但是能感覺到 vivo 的這個焦外效果會比較好一點。OK， vivo 這個顏色確實感覺有點太慘白了，大家看一下啊，再看一下 OPPO， 感覺人就比較正常一點，這個膚色。華為這個也還行啊，但是有點偏綠啊。左邊的 vivo 跟中間的 OPPO 很明顯的已經只有30幀了，然後華為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是60幀的，
朋友们，我们准备用他们的前置镜头来录一个像啊，但是中间的 OPPO 大家看到吗？它还是掉帧的，而且它屏幕是不是3台手机里面最暗的？对，今天的前置就由我来了，可以看一下这个範圍是 OPPO 的最廣啊，其次是華為 ，vivo 這個還是比較近一點，但是 OPPO 而且是最卡的。對 ，OPPO 現在已經掉帧了。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顏色啊 ，vivo 這邊它這個後面的樹怎麼那麼黃呢？然後感覺人的膚色還行吧，顯得比較真實吧。OPPO 這邊比較卡，然後顯得比較紅潤一點啊。哦，華為這邊是最紅潤的，我的天吶！因為今天也比較熱，今天有32度，這個主板感覺有點發力了，朋友們。來吧，我現在慢慢走一下。啊，這就是在走路的一個防抖的情況了。然後我現在跑到這個太陽底下去，再感受一下啊。好慢，你跟不上你。你不用跟上，轉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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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看到什麼奇怪眩光嗎？好像是沒有的啊。哎呀，這個 OPPO 真的好抖啊！哎，但是現在的這個取景框的亮度，我們到太陽底下來了 ，OPPO 好像被激發了，它比較亮，看到沒？它跟華為都比較亮，vivo 就有點降了啊。現在是3台手機的前置拍照啊，就是拍照模式啊。vivo 這邊我們把它切換成鮮明了啊，把它縮到最廣來。好 ，OK， 都已經是最廣了。我們現在沒有太陽直射的情況下拍一張 ，OK， 我們到太陽底下再來一張。這個 vivo 怎麼感覺曝光這麼的積極呢？因為它還挺爆的。拍一點照片呢，用3台手機的後置鏡頭，我們把 vivo 和華為全都調到了，一個是鮮明，一個是鮮豔啊。不是這個從取景框上看，我感覺這個 vivo 這個鮮明是不是曝光真的有點太高了，而且有點發藍哦。剛剛被人認出來了，還沒開始拍呢。為什麼呢？因為這個 vivo 我感覺有點奇怪，所以我看了一下 HDR， 那些都是默認是開着的。我有一種它沒有開 HDR 的感覺啊。華為的這個超廣角，它在錄像的時候是12毫米，但是在拍照的時候顯示是13毫米啊。vivo 現在這個拍照怎麼是這個顏色呢？它主攝也是這樣的，也不真實，也不好看呢。華為這邊就顯得那個對比度有點太高了。OPPO 的取景器觀感是3台手機裡面最符合我們肉眼看到的。他們那個裁切焦段就不拍了，直接打10倍。OPPO 有點爆傻的意思了，朋友們。它取景框也清楚，然後我相信它的實際成像應該也清楚。其實華為這邊也還不錯啊，而且我們剛剛在檢查設置的時候發現 vivo 它那個超長焦增強是打開的啊，是那個極致增強。我們又回到這裡，準備拿長焦啊拍一下對面的那個樓，就很遠啊。我們直接用長焦開始。vivo 這個顏色指定有點問題吧？它是怎麼做到後面的灰色的房子變得這麼藍的情況下，就陰影處很藍？但是陽光下它又很黃 ，OPPO 就是偏中間這個灰調的，是比較接近我們肉眼看到的。華為這個就很濃郁了，因為用的是鮮豔嘛。裁切焦段拍一張吧。哎，那不是你們之前住的那個小區嗎？誰住的？你住的呀。我和你住的。我沒有和你住過。接下來直接10倍吧。vivo 的取景框確實看的就沒有那麼的清楚了。OPPO 這個是真的好清楚啊，但其實華為的也挺不錯的。直接20倍，還是測一下這種大家喜聞樂見的數毛環節吧。華為這個取景框是真不錯，朋友們。OPPO 的清晰度也是很高的。20倍之後30倍是吧？華為這個到30倍那個塗抹痕跡就顯得比較明顯了。OPPO 這邊還沒有提示我它開了 AI 啊，我還是覺得 OPPO 比較好。接下來再來一個60倍吧。我們最多也就拍到60倍了，我覺得再高意義不大了。哎呦，華為這個防抖已經感覺有點對不到我想對的地方了。OPPO 的這張60倍 AI 就啟動了，那最後再在這裡拍一組這邊的景色吧，也是所有鏡頭都用一下。vivo 這個暗部真的，它這個顏色好奇怪啊。哦，華為這個它把陽光弄成了一個那種明黃色啊。接下來切主攝，華為這個鮮豔確實有一點點以前的他們還在跟徠卡合作的時候那個感覺了。再來個10倍吧，拍一下那個雕塑。vivo這個是不是感覺它取景框爆炸過曝光有點問題，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vivo 它10倍，它一直在這邊10倍這個雕塑的人臉啊，草地什麼的這個顏色就顯得非常塑料，然後顯得非常的假呀，而且曝光也有點太高了。但是你反觀 OPPO 這邊這個10倍，就明顯感覺自然多了呀。華為也沒出現那個情況嘛，而且取景框的觀感也挺好的。vivo 這邊有一個快捷的變焦焦段是50倍啊，那我再拍一張50倍吧，還藏在樹裡面的那個樓。OPPO 在50倍的時候，它都沒有提醒我要不要切換那個 AI 啊。剛剛大師拍了44分鐘的照片和視頻啊，其實我沒有拍那麼久，我調試了很久，找了很久，知道吧？這幾個調試太複雜了，確實。然後現在 vivo 還有88的電， ，OPPO 還有86的電。
什么玩意儿都不如我华为92，6000电池战爆你们，给我低于50，一会儿你再看着办啊。战爆你们啊，你要比我低了，你就先战爆你们再说。OPPO 感觉每一次都是先被干爆的那个啊，但是后面就是电量会比较坚挺啊。啊，但是你亮度确实不高。那确实5层主板，那也这个表现也可以了啊。就是表现不好，但是持久是吧？晚上来我家去试一试。什么意思？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好热啊！行，那我们在这里看20分钟 B 站4.6帧视频吧。我们已经开始放了，我感觉华为这亮度秒了呀。反正 OPPO 是比较低的，中间这台，我感觉 vivo 和华为差不太多。你领先了我多少啊？就说秒了。提啊，这我提亮啊，快点！看了20分钟 B 站4.6帧视频，在这做爽了，不想动了。做什么做爽了？在这做爽了有问题吗？下面有老头是吧？那我们打会儿王者吧。OK。哎呀，我的华为还是不能120帧和 HDR 同开呀。太棒了呀！那我还是保一下帧率吧，开一下4兆画质。那他们两个呢？他们两个我就不知道了。来，我的 OPPO 是极致加超高加自定义最高的画质。那我们就不要统一负载了，好吧？你也可以吧，应该。我也是极致加超高加负载，谁不行？谁不行啊？开始游戏。朋友们遭了个大高啊！刚刚听了下声音，我中间是最小的呀。确实，两边都反正比我大这个声音啊。我感觉 vivo 的是最大的，你最大，比你大，对你最大，然后你也比他大，我一般大就可以了。哦，这俩人都在做梦呢。然后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开了144，但是现在它的帧率是120。OK，你们看一下，就是我真的开了144的啊。啊，是开了144的，你们两个是统一的，都是144的。现在游戏已经打了5分鐘了，我們來看一下亮度啊，還是中間的 OPPO 會稍微低一點，但低的不是特別多啊，但是會低一點。你拉一點嘛。OK。你真的是聲音又小又降幀率，5層主板，那關我什麼事呢？5層主板，誰能想這個高樂高一語成讖啊？他剛剛問我幀率多少，我一看90。OK， 打了6分鐘不到7分鐘吧，應該是開心的模式。開心的模式吧，看有沒有變化？好吧。你華為呢？120啊，輕輕鬆鬆。哎，144啊，輕輕鬆鬆。哎，我也回來144了。第一把王者榮耀5v5打完了啊，打了大概是17分鐘。然後我這個 OPPO Find S9 Ultra 呢，在剛開始是120，然後後面掉到了90，然後開啟遊戲模式之後是144，到最後也有點穩不住，就又回到120了，就是實在太燙了。哇，哎，摸一下，摸一下，來，X300 Ultra。哇，還挺燙的嘞，上面鏡頭包括上邊框，下邊框也挺燙的。下邊框沒有上邊框燙，稍好一點點。華為的發熱比 X300 Ultra 要稍微好一點點啊。你這個是最燙的。哦，不行不行，這個上面好燙啊！我摸一下下面。我來試試。它上面很燙，它上面很燙。上面燙，下面不燙。哦，你要燙錯位置了。第二把有個畜生說要打10v10啊，說是我能不能堅持得住啊？我還想說是另外2個他們打得不夠爽，讓他們上點負載呢，但是我感覺我這個勉強還能撐得住吧，好吧？能撐得住啊？我也想看他這個。那你要不帶殼是吧？我們就都不帶殼了，好吧？你確定？你確定？我確定。你頂得住就行，好吧？我確定。你這一把2隻手都要握着手機。主要是沒有摸過這麼燙的手機啊，就想試試看，好吧？那是你摸少了。來吧，開打吧，開打吧。打到第2把王者榮耀，我進了這個遊戲空間才發現啊，vivo上一把自動開了 Boost 模式。啊，好狗啊！難怪沒問題，好吧？這把開均衡模式，看看它真實的表現，好吧 ？OK。均衡模式原形畢露啊！直接90，直接90開局。那你直接開吧，你直接開吧，沒辦法了，就很燙了。那我也高一點，不，我也90了。你也90了？哎，你呢？我120啊！你什麼鬼呀你？起碼我是120。燙拿不住了，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裝逼了。我再也不裝逼了，對不起。喜歡摘了殼。我以為可以，就是能受到這個溫度，實在是好燙啊！第2把王者10v10打完了呀，打了大概是11分鐘左右。然後我這個幀率呢，就是全程90幀，但是溫度呢，感覺是比90幀。對啊，你沒有開？我沒有開，沒有開新的模式。好吧，然後溫度確實是比剛才剛進場的之後要稍微涼快一點點啊。vivo 呢，第2把王者榮耀10v10不開 Boost 的模式就是90，開了之後就是144啊，還挺穩的，但是也挺燙的。OK， 格調呢？哎 ，Boost 的模式，該你了。一直120沒有問題。華為真的嗎？華為要說一點，之前死了之後是60啊，但現在這個 bug 已經修復掉了。現在華為還有78的電 ，OPPO 還有72的電。vivo 還有73的電。我們在這裡已經歇息了好久了，準備在這裡再測個信號啊。我們已經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了，然後自動亮度也調過了。這個 OPPO 的確實就是會比較的
保守一點啊，它現在就稍微上來一點，但還是感覺它的屏幕會相對來說暗一點。1分鐘微信視頻，3、2、1點。哦，嚇我一跳，我還以為華為直接發完了。那是之前的，都有導出啊。但是華為很快啊。華為其實就是在導出。OK， 華為已經非常快發完了。好，其次是 vivo。OPPO 是最慢的，但它發的還是挺快的。我們再接着下載一個英雄聯盟手遊的安装包啊，顯示會有點區別，但其實就是同一個。來吧，點。vivo 跟華為的速度都還挺快的 ，OPPO 就20兆，哎，它現在也上來一點了，但是感覺它下的好像少一點啊 ，vivo 下的比較多一點，而且它亮度是真的低啊，朋友们。又慢又暗，聲音又小，電量也少。這壓上了還能，你倆去參加中國新說唱算了。他們上不了，因為現在是巔峰對決。哦 ，vivo 要贏了 ，vivo 好像是要贏了。OK，vivo 已經下完了，華為也下完了。OK。好的，現在我們3台手機在用電信卡打電話，聯通卡刷抖音，慢刷。華為的點讚還是有點延遲啊。我感覺慢刷好像3台手機都沒有很大的問題啊。那我們再稍微加速一點，有什麼問題嗎？還行吧。那我們就vivo 這邊有點延遲啊。好，那我們再最快吧。好 ，vivo 已經開始出現刷不動了。OPPO 有一點點嘛，但是不明顯啊。華為好像就不是黑屏，就是不讓你出來。對。現在我們3台手機在用聯通卡打電話，電信卡上網。慢刷感覺好像都還行。來吧，那我們再加速。vivo 還是有黑的呀。啊 ，OPPO 也有。但感覺 vivo 那邊是不是多一點？而且 vivo 有時候會出現刷不動。OPPO 也有了，大家看到嗎 ？OPPO 卡住了。我們再最快吧，最快吧。就是感覺 vivo 的問題會稍微大一點啊。華為的策略還是一樣的，就是加載不出來，不會讓你黑屏。OPPO 問題不是很大的，即使到這個最快也還好。剛剛測完信號啊，朋友們，我們現在準備去吃飯了，然後中途打下10分鐘的微信視頻通話呀。其實我們本來不是準備去吃飯的，然後呢是這個人就覺得要先吃飯，所以就沒辦法。是誰？你嗎？是你呀，是你啊，不然呢？我什麼時候說要吃飯了？你沒有說要吃飯，那你等下別吃。誣陷我。那你等下別吃。誣陷我。那你等下別吃。誣陷我。你吃不吃吧？走吧，走吧，走吧。走什麼？不是打微信通話嗎？來，先打。我加入了多人視頻通話，但是你一定要講是吧？這麼卡呀？什麼意思啊？他這個華為真的好卡，這個華為第一次處理多人，處理不過來。其他2台都是比較正常啊，就是微卡。OK 啊，3台手機我們已經關機重啟過了，朋友們。這個華為還是很卡呀。這3個手機的微信視頻通話，那就是 OPPO 的是最廣的，大家看到了嗎？頭是比較小的。這個 vivo 呢，就是顯得比較大一點。華為就處於他們2個中間嘛。vivo 的美顏好明顯啊，它這個默認的感覺磨皮磨得比較嚴重。OPPO 這個還是比較真實一點的，然後偏紅潤一點。華為這個其實也還可以，但是它就是太卡了。現在是後置鏡頭也是 OPPO 的是最廣的，其次是華為，最近的還是 vivo。那沒辦法，這35毫米的主攝，對吧？華為還是很卡，朋友們。3台手機一個糊，一個暗，一個卡。對，就很奇怪了這3個手機。朋友們，我們稍微走了1分鐘的路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vivo 的亮度是下降了呀，然後這個 OPPO 亮度自己就提上來了啊，它自己拉滿的。這感覺現在還挺亮的，然後華為這邊也不是很亮，也不太行了，也是最亮了，也是最亮了。這個 OPPO 突然一下亮度就很拔群了啊，在這個比較太陽直射的這種情況下啊，終於到飯店了，涼快下來了。為什麼要嘆口氣呢？太熱了，我的華為還有69的電，我的 OPPO 還有65的電，我的 vivo 也還有65的電。接下來我們在吃飯之前就打金鏟鏟啊，我的 vivo 是120幀加至臻，然後加底下全開。你好像是144是吧？我以为你是友军呢，哎，我是144加超清加至臻的畫質啊。哦，你別管，你等下我。你看你穩得住嗎？有就是有啊，反正就拉滿，好吧？对对对。華為嘛，60超清加奇招 ，OK， 要理解，我只能這樣了。那你今天這個負載比他們就要低一些啦。那我們就把都是能拆招拆最招吧。OK， 都是均衡模式。雖然華為說的是60，但是怎麼是60呢？這明明是30啊！這個真的非常卡，朋友們。高性能模式啟動，也頂多就是個45幀的樣子了，真的到不了60幀的，朋友們。好卡，好卡，超乎意料啊！144。OK。但是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啊？你注意一下它有沒有降畫質什麼的。OK， 好嘞。你這麼驚訝的眼神是什麼意思？剛剛在等麥克風的時候，它還是120，麥克風一到手上就變90了。怪我呢。那你開吧，你開吧。看你能穩多久吧，你開吧，你開吧，你開吧。Boost 一開就120了，好像有點大病啊，又90了，啊不到5分鐘啊。90幀吧。
已经锁了，锁住了，开了也没用了。依旧144。哦，有没有降画质啊？我看一眼啊，你们两个对比一下画质来。没有什么区别。 OK 就是画质是 OK 的。你呢？还有我的火呢。你有没有变化嘛？我能有什么变化？行。你下次看画质就看，你别凑我那么近好吗？其实就是想凑那么近，我不演了。你不是在喝他的买的咖啡吗？啊，就是这个吉买的这个咖啡就是好喝。打了10几分钟进展场，我看了一眼帧率，我刚看是144，然后这个某事一说120。OK 吧？那你还能稳到120还行吗？啊，我觉得可以了，比以为90强的不知道哪里去了。 OK。你别说90，有人90都没有嘞。为什么？为什么我又躺枪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打了应该快20分鐘了吧？我的這個 OPPO 呢掉到了90幀啊。那你得開了呀。也理所當然吧。啊，實至名歸了，我也開一下遊戲模式。還有高手啊 ，OPPO 現在60幀了，已經領先不了華為多少了。已經開了 Boost 了，那沒辦法了。布了好久了，布不上去了。我開完遊戲模式之後120。 OK， 111啊，120 OK。現在遊戲還沒有打完啊，剛剛老闆給我們上飯了。因為我們上一次來這裡吃過一次，老闆對他的食量非常的印象深刻啊，所以他剛剛直接拿了2碗飯，這一碗就是我們其他3個人分的。他直接問誰拿大碗吃。感謝老闆啊。祝老闆真的還不是很熟啊，下次直接蹲你面前，問都不用問了。確實。祝老闆生意越來越好，好吧？啊，早日啊，估計已經掙到大錢了啊。 太對了，不能放到面前，要把那種比較麻煩吃的菜放到面前，不然我們都沒得吃。這5個菜已經上齊了吧？我們點了7個菜，因為你說你餓。我愛離線玩家，這個畜生已經燙我第2次了，拿那個X300 Ultra，掐你咪咪，掐你雞雞，充滿了個西巴塞克啊！他們兩個真的是有病吧？我就服了呀！拿着麥都不好打。那麼幼稚一點。 還搁這打呢？這個遊戲快結束了呀，也不知道打了多久。然後我看到這個 OPPO 的幀率降了，現在是88到90幀左右。這把遊戲打了33分鐘，我的華為還有62的電，沒什麼問題，就45幀。你這麼多電就是因為你有病吧你們倆？幹什麼？你這麼多電就是因為你的幀率低啊。那只能這樣嘛，我想招也招不了。我這個 OPPO 的表現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的。剛開始一直都是這個144啊，應該是在15分鐘以前啊，然後後面呢就是掉到了120，隨後是90，然後開啟遊戲模式之後，一直到遊戲結束都是120了，我覺得表現還蠻可以的。沒有啊，你最後不是掉90了嗎？就最後了哦，就是最後快結束的時候了。我這個 vivo 呢，就是一開始進去開了個 boost，短暫到了120，隔了那麼2-3分鐘又掉到了90，最後長期穩定在60。現在打完遊戲，我的 vivo 還有46的電。OPPO 還有51的電。現在菜都上齊了，讓大師拍個照吧。其實這3台手機呢，上一次我們去動物園玩的時候已經拍過美食了。上一次用的是長焦微距，那這一次呢，我們就用它的那個2倍吧。那 vivo 這邊35的主攝可能有點優勢啊，我們都用50左右的那個焦段啊。vivo 跟華為還是用的鮮明和鮮豔啊。我總感覺 vivo 這個有點假的，你們知道嗎？華為拍出來確實蠻鮮豔的。我感覺還挺好吃，而且它這個取景框的體驗真的還行哎，會比我們肉眼看上去要稍微好看一點，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環境光線不是很好啊。OPPO 在用這個2倍拍照的時候就覺得也是那個曝光顯得有點高啊，我覺得層次感什麼是沒有華為好的。vivo 這個就是非常的明亮啊，而且它這個35的主攝確實那個焦外效果顯得比較好啊，整個走的也是那種比較好看的風格啊。那我再拍一張他們的長焦微距吧，就是都有長焦微距的那一顆鏡頭。vivo 大概就是這麼遠吧，也處理了蠻久哎，這一張看，還在處理啊，出 bug 了吧？是出 bug 了嗎？還一直在處理這麼久嗎？我退出再進一次，還是這樣？這一定是 bug 吧？不可能處理這麼久吧？全局模糊。你看，好了啊 ，OPPO 大概也是這麼遠。差不太多吧，但它是70毫米。OPPO 這個就明顯好看一些了，而且你看它沒什麼很多處理的時間，它這個顏色感覺又出 bug 了，又出現了啊！它怎麼剛剛已經好了，為什麼現在又這樣了？這什麼意思啊？再來一遍啊，又好了。華為大概就是這麼一個距離了，但是因為它的焦段是96毫米啊，所以拍的那個東西就會顯得大一點。吃飯期間呢，我們就在 B 站看1080P 原畫的直播。3個手機現在亮度沒有很大的差別吧？我覺得就放在邊上看吧。這個人剛剛說天熱沒什麼胃口，說吃完那一碗就不吃了。還好吧，
還好啊。剛剛我們3個人裝的那一碗飯，你那一碗比我們這3個人裝完的時候還要多，你還在那邊說天熱沒胃口呢，真的是一點臉都不要了。我們已經吃完飯了，剛剛看了30分鐘的 B 站1080P 原畫直播，接下來我們要步行軌跡前往烈士公園。OK， 大师，其實本來我们是準備導航的，但是呢，這幾個手機的電量好像不太夠撐了。對，我們就改變了一下策略啊。華為現在還有57的電 ，OPPO 現在還有44的電。vivo 還有39的電 ，OK， 感覺它離關機已經不遠了。確實，華為這個百度地圖還是沒有步行軌跡記錄啊，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是用高德地圖的步行軌跡。怎麼回事啊，鴻蒙？他又不叫鴻蒙，我又不叫鴻蒙啊，他叫硬木啊，朋友們。那我們看，那你叫什麼？你叫牙線。啊，我叫牙線。OK， 那就開始走起啊吧。笑什麼？想到每次給你拿東西，我說給，然後你說你才是給呢。你本來就是啊。你也是，又沒說錯，你也是。你每次可能罵我，我為什麼不能說你啊？今天這個步行軌跡比較簡單一點啊，因為這邊沒有什麼很多彎彎繞，但是我們自己會繞的。就看看有沒有什麼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怎麼樣？你覺得今天熱不熱？反正我朋友說家鄉那邊才24度啊。家鄉韓國。什麼玩意兒？來，牙線翹臀，走這邊，走這邊。你到底是聽到哪個的時候才知道我在喊你啊？走這邊。你張嘴就想給你那個，你就是給唄。跑什麼？你跑什麼？怎么说啊？这个死胡同啊，谁给我抿的路啊？咱不是我，谁带的路？咱不是我，谁带的路？不是我。咱们在这畅信一气啊！停吧，停吧，干脆这就停吧。OK。最後走了接近14分鐘，接近1000米，先看一下。首先這個亮度大家也可以看到，還是 OPPO 會比較低一點啊，好像只有在用攝像頭的時候感覺會比較亮一點。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起點，起點的話就是 OPPO 比較差，它到對面了。它到大路上去了，其他2台都沒問題啊，是在馬路的這一側是沒有問題的。然後再往下走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回頭路，很開拓。OPPO 這個地方它是啥呢？它多了一條，大家看到了嗎？接下來就是一條直路咯，好像也沒有很大的問題啊，都差不太多吧。然後我們過了個馬路，來把馬路放大，過馬路這個位置也沒有很大的區別啊。然後我們就進了一個小區，可以看到3台手機其實都沒有很在路上，可能表現比較好的是華為這邊啊。它在進小區的這裡還是比較在路上的，其他2個就稍微偏出去了一點點。但這個拐彎的地方，華為就不太對了，它是一個偏弧形的，大家看到了嗎？其他2個都還是比較直一點，有那個彎折的。這節豎着的呢，也是華為這邊會比較在路上一點啊，還是比較好的。其他2台都稍微偏了一點，但是問題不大吧。vivo 這邊感覺偏出去是比較多一點的啊。接下來這個過馬路這裡呢，我們其實是斜着過的啊。OPPO 這邊就顯得會比較直一點了，其他2個還稍微會斜一點點啊。vivo 這個是應該是最準的。最後我們快到終點的時候呢，是往這個巷子裡面稍微拐一下，就拐到現在這條死路了。然後呢，3台手機，華為這邊幾乎看不出來啊，OPPO 這邊有一點點，然後呢，vivo 這邊這個拐進來是最明顯的。所以我是覺得呢，OPPO 還是相對來說會差一點的啊。然後華為和 vivo 都還行吧。驅蚊液呢？哦，可是狂噴啊！你不是有嗎？你自己的呢？我不知道這個好用，我試一下。你剛噴完自己的，再噴他的，你怎麼知道好不好用？好的，我們來到了這個風景非常秀麗、比較舒服的烈士公園了。錄長焦的視頻，你這有個蟲子在爬啊！你別往身上跑，別往我身上抖啊！我真服了，早就不提醒你了。向他們走過去吧，那2個人已經站那了，又是一前一後的。vivo 跟華為還是原色啊，來吧，他們拍到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樣，因為焦段不太一樣啊。好，現在慢慢的走過去了，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在一個架子上的。感覺華為這邊這個防抖有點奇怪啊。OK， 差不多了，這是 vivo 對準他臉的效果，我感覺焦外也還可以啊。OPPO 在這個情況下就顯得有點小亮了，然後華為這邊顯得美顏會比較明顯一點啊。vivo 這邊人的膚色還是會比較好看一點的。朋友們，我們準備來試一下10倍錄像，但是3台手機那個大小有點不太一樣，我們調了很久，現在3台手機調到一個差不多的地方了，然後我們就簡單看一下吧哈，直接就10倍錄像，主要是這個 OPPO 有啊。現在3台手機都是10倍的錄像，我從這個取景框上來看的話，確實 OPPO 還是比較清楚的，但是華為這邊也還清楚，但是這個 vivo 就顯得不是很清楚了啊。而且我現在拿着同樣的一個支架，我感覺 vivo 這邊是要抖一點的。
好，不太能拍到一样的地方，稍微走一下吧。这个10倍，确实在防抖上感觉 OPPO 是会好一点，华为就是会有那种抽搐，大家感觉到吗？大家就随便看一下，不走太遠了。上午錄像的時候呢，沒有用他們的主攝來跑一下，現在就準備跑一下。但是呢 ，OPPO 又掉幀了。啊，這麼容易掉幀？對 ，OPPO 又掉幀了。現在我用1倍，站得比較遠，向他們跑過去啊。vivo 的取景框是顯得抖一些嘞。OK， 接下來我們準備拍一下人像，但是 vivo 呢，比其他兩人手機少了一個10倍啊。它只到5.9倍，但它其實那個倍率也會稍微高一點了。用一個比較接近的焦段來拍一下吧。vivo 主要是比別人多了一個超廣角，人像的超廣角，我們就不比了，都是默認的。vivo 是鮮明，華為這邊是鮮豔。vivo 的人像其實感覺看着還行啊，但是它沒有那個實時的虛化。OPPO 和華為都是有這個實時虛化的。華為這個你過來拍一下，你有沒有感覺上面有像素在蠕動？你離近一點。哦，我看到了，就是樹的旁邊好像挺明顯的。這個感覺很奇怪，有點像那種什麼 AI 生成，就一直在算去年的 AI 生成的那種視頻，那種像素蠕動的感覺啊。2倍來一張來。我從取景框上來看的話，我會比較喜歡 vivo 的效果。華為這個就感覺很戲劇，很抓馬。然後就是他們3倍左右的那個焦段了，其他的我們都沒調，都是默認的。華為這個感覺拍出來好嚴肅的，你們知道嗎 ？OK， 再是這個6倍左右的焦段啊，確實從取景框那邊來看是 vivo 的比較好看，而且也還自然。華為這個並不像人像了，有點像那種肖像的感覺了，你們知道嗎？就是感覺在拍什麼很正式的照片。鑑於 OPPO 有一個10倍的光變啊，它人像也給了10倍，那 vivo 就賠一張這個5.9倍了。華為也有10倍，我們再拍一組10倍啊。OPPO 這個10倍，我感覺它清晰度確實還可以，但是你也不能說它比華為好多少。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呢，再切換一下模式啊。我們這一次稍微分開一點對比 ，vivo 調成了原色啊 ，OPPO 這邊呢，我就用大師模式的這個自動了啊。華為我也調成原色了，在這邊拍一下風景。但是我想先拍人哎，就是大師就用大師模式拍人嗎？你知道什麼手嗎？我知道。好，你知道那就好。還是得逞了。然後這是主攝 ，vivo 這邊就會比較近一點，站近一點啊。vivo 確實蠻真實的啊，它這個原色還行哎，直接長焦了。OPPO 這個大師模式確實感覺有輕啊，對，感覺那種灰灰的啊。看一下他們自己的這種模式下會有什麼區別了。OK 啊，再在這邊拍一下這些小樹啊、小葉子什麼的。vivo 確實在這個情況下真的蠻真實的來，它這個原色真的還可以。OPPO 這個就不是往真實那邊走的，淡雅的這種風格。華為這個其實就還是有點偏濃郁，它這個原色屏幕上看反正不是那麼真實啊，有點小逆光吧。現在已經有一點陰天了，多雲的那種天氣。但是 OPPO 拍出來這個畫面的 feel 是比較好的，我是蠻喜歡這個 feel 的。那接下來就2倍50毫米的樣子啊，這個主要就看大家喜不喜歡他們的這種風格了吧。我肯定是會選 OPPO 的大師模式啊，不是因為你們都叫我大師我才選的。哦，好。接下來就用長焦拍一下這個樹啊，稍微有點逆光啊。vivo 就蠻還原真實的 ，OPPO 這邊是拍出那種幽深的感覺了，但是華為這邊就感覺這個顏色有點太翠綠了。長焦這個裁切我也來一張吧，就怎麼說呢 ？vivo 這個像紀錄片，OPPO 這個像那種某些什麼歐洲導演拍那種片子，然後這個華為就像校園愛情片啊。現在我10倍就轉過來拍一下那邊的樹啊，就是森林。OPPO 其實也還真實，但是它會比 vivo 感覺對比度要低一點啊。你看這個華為的綠色是不是真的有點奇怪啊？說不上來，有點那種翡翠綠的感覺了。那接下來呢，我們再來拍一組啊，我們把 vivo 切換成了人文相機，然後 OPPO 呢還是大師模式啊，自動的。然後這個華為我們還是用原色吧，還是說用個別的呢？用個比較有 feel 的吧，那電影吧，用個電影吧。然後 vivo 這邊我選擇的是人文生活啊，它其實裡面都是可以調的了，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就不多評價了吧。因為其實是有點那種帶濾鏡的拍的感覺了，大家就覺得哪個好看吧，反正都有一些它自己的味道在吧。vivo 這個拍出來確實還蠻帶感的 ，OPPO 這個其實也還可以，但是我不是很喜歡華為這個。vivo 20%了那拍完這組就算了吧。拍完這組算了吧，我的天哪 ，vivo 只有20%的電了，我們還沒不行導航呢，感覺還有至少1/3事情還沒做呢。這個模式最高是到135，那我也來一張，大家喜歡哪個吧？也不是什麼特別嚴肅的對比了。好了，拍完照了，我們來看一下電量啊。這個 vivo 要 GG 了，還有20%。
，OPPO 29，然后華為是42%啊。比較厚點一點。雖然華為負載差那麼多，但是差了20點也有點太多了吧？確實。哎呀，剛開始說話說早了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們已經用了4個半小時的手機了，可能再加個5分鐘、10分鐘左右的桌面時間，4小時40分鐘。我感覺這個 vivo 是不是5個小時就得記了呀？我說實話，以今天這個負載，我是覺得確實能夠超過6個小時就已經不錯了，好吧？在無人在意的角落啊，華為這個6000毫安的電池射的電還是最多的。怎麼說啊？看到後面嘣嘣吧，好吧45，我覺得還沒有結束。還沒有。還有機會，你還能翻盤，你還能得第一是吧？我還能再拿個充電寶來試一試。那麼現在手機電不多了，我們抓緊加快步伐吧，用3台手機的昭德地圖步行導航去我們車停的地方。但是有畜生不讓我們往北门走，讓我们往什么门？西门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所以呢，剛好在這個美麗的地方，我們就在這裡倒啊。那你就站這倒吧。然後路線是讓我們往這個大師背後的路走啊，但是大師說要往西門走，所以我們就走這個新的路線往上面。不是往上面，是往那頭啊，反正不往那邊走，好吧 ？OK，我們再開始倒吧，走吧。你開始倒啊！他就是硬要講，你知道吧？惡心死了。OK 啊，我們本來是要往那邊那個門走的，但是還是有畜生讓我們換別的路走啊。那剛剛不都已經說過了嗎？對，你還是被畜生的，天天就只想罵人，素質真的低。所以就往前走啊，這個寬闊大道像我的人生一樣。他學你，他變成我的導師了。朋友們，剛剛他大喊了一聲歸了。來，你的超載版又有規劃了。等一下。他好像還是有點不對啊，他規劃了一條往後走的路，但他至少還是規劃了嘛。對，你也歸了。你呢？他歸了嗎？我沒有規劃呢。我們倆不追。OK， 你倆不歸。好，走吧，歸，快點。就唯我歸了啊。往前走了幾米啊，這個 OPPO 規劃的是往前的路線啊，像我的人生一樣非常的正確。是往後嗎？這是往後的，因為你對的是那邊。人生不正確了。你的人生不正確。不是我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那是你的人生嗎？華為也是規劃，也是要往後走啊。對，OK。我們現在3台手機都是規劃走北門，但是我們繼續要走西門。又往前走了幾米啊，我這個 OPPO 規劃了往前的路線，這回像我的人生一樣，筆直且寬闊，正確道路。你不止啊！哎，你們有規劃嗎？我沒歸啊，你也沒歸啊，就你追啊，你追了。正確且筆直，好吧，走吧。哎呀，家人們，vivo又歸了呀，往前走啊，往前走。OK，你華為歸了沒？不追。哦，不歸。OK。又往前走了10來米啊，華為也重新規劃新路線了。你這不止10來米了吧？等一下，還是讓我回頭的路線。哦，那就是還沒有規劃嗎？但它前面其實也有着新路線，它應該走一走就會切換了，就這樣吧。OK， 其實走過來已經有這麼遠了，所有人聽我指揮，往你們的右邊走，又要跟導航不一樣了。我就這麼點電了，別折磨啊！他們就這麼點電了。你電是最多的，好吧？別折磨老人了。我們到這個拐角處了呀，然後這個 OPPO 跟 vivo 的實時位置在剛才走的時候是正確的，然後停來之後又回到了這個規劃的路線上面了。你怎麼說？我都在我原來的路線上面，不需要在這裡，因為這是錯誤的路。那你為什麼在錯誤的路上？因為我被強迫。啊，以不變應萬變是吧？呀，好惡心啊！你講話。跟大家說一下啊，就是這邊呢新修了一些路，它是把省博物館跟這個公園呢連在一起了。但是我們的導航呢是要走那個西門出去，但是我們就不用走西門了，走這邊就可以出去了。走了這條羊腸小道，從這個烈士公園穿出來了。快走到這個人行道上的時候，3台手機幾乎同時都切換過來了。對， okay. 正確的路線，那還挺靈敏的。哎，但是要說地圖上面顯示有一個小湖啊，我們剛剛從這兒經過，但是哎，往那邊看是沒有湖的呀。沒有小湖，小湖在哪呀？小湖在你的。走吧。在哪？什麼意思？不知道在哪呀？什麼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小湖在哪。你在說什麼加密通話呢？不懂啊。過了一個馬路，然後3台手機呢，只有我這個 OPPO 的實時位置是正確的呀。確實。但是哎，對，目前是對的，沒錯。規劃路線，但是沒過來。是的。這個 vivo 就沒動靜啊，華為有動靜嗎？華為也沒動靜。跟 vivo 一樣。OK， 然後再看一下現在亮度來。是左邊的 vivo 比較高啊，大家看到了嗎？華為跟 OPPO 亮度好像都不是很高了 ，vivo 還是蠻堅挺的，但它現在電是最少，只有14%了，還可以啊。提前下班。導航規劃的是讓我們往前走，但是依舊有畜生讓我們往左邊走啊。什麼意思啊？天天搁這罵我呢？就是表揚你的意思，所以我們就過個馬路，哎，不過馬路了，直接往這兒走。OK， 到前面再過馬路吧。現在左拐了之後呢，我們3台手機的實時位置都是正確的呀，很統一。但是你們的規劃路線還在那邊呢。對啊，那看你們誰先規劃吧。OK， 誰比較規啊？往前走了，這得有個20來米吧。然後呢，我這個 OPPO 是率先規劃，但另外2台呢也是緊隨其後，也規劃了，都是往回走的路線了。差不多歸。
啊，归啊，去买点水喝吧，走吧。那我一木去买水去了啊。然后我们在这等他的时候，哎，我的 vivo 规划了往前走的路线。最规的最规的啊，然后其他2台还没有规划啊。对。哎，但是你这个路线规划确实是比较快一点啊，刚刚在公园里面也是这样的。对，而且定位也挺准的。又往前走了个10来米啊，一木的水还没有买过来，但是他的华为已经往前规划路線了呀。現在只有 OPPO 還沒有歸哦，就是菜，就是菜，把麥吃了，滾菜逼。真吃錯藥了啊！我這個 OPPO 呢是又往前走了大概50米的距離了，這條路已經快要走完了。然後呢，他終於規劃了往前的路線，但其實在剛才他一直給我規劃的是往回的路線，最起碼規劃了有2次吧，差不多。就他不是很喜歡往前規劃啊，一直讓你回去。對，就是你的人生路嘛，就繼續回頭嘛。這老逼喜歡給人上價值，你知道吧？好了，不說了，我們趕緊往前走吧。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路線又出現了分歧啊，只有 OPPO 是要讓我們往右轉，其他2台都是直行。但是呢，我覺得左邊可以走，好吧？那我們左轉，走吧。就要走一個都不對的是吧？我們拐過來之後走了10來米啊 ，vivo 和華為幾乎是同一時間吧？前後腳切了路線。菜逼 OPPO 的話就是它的實時位置對，但是沒有規劃新的路線呀。你這個切換路線真的有點太慢，我感覺策略確實挺慢。剛剛呢，大家一致決定就是讓這個沒有切換路線的先切了，我們就不往那邊繞路了。我去給他們買點橘子啊。你先走吧再說。Call me Godfather。拜拜。他把麥拿走了，估計等下就收不到聲了。一個孤獨的影子，收不到聲了。啊，又收到了。他還沒切換，不轉了，不然要。這太遠了吧？回來吧，你這已經有30米了，來吧。確實有點菜了吧？這個真的我不想說了，我感覺你們要不叫我的話，我就走回去了，然後我就回家了。那你的實時位置準嗎？實時位倒是準的。就是準，但是不直，你知道吧？啊，跟你一樣嘛。你不直嗎？對。啊，閉嘴！這個人就是要惡心我，你知道吧？我的實時位置對了，但是沒有規劃新路線，但是他們兩個呢？來，你給我看一下，看到沒？又走了一個3台手機全都不一樣的路，就中間的 OPPO，看到了嗎？然後 vivo 跟華為都是規劃新的路線了，實時位置也對的。但是你現在屏幕還挺亮的了，你電也還多吧？21，OK。那有什麼用呢？你規劃的確實比他們慢一些了，確實。但是實時位置對的吧？我本來以為前半段還挺領先的，或者說還能制衡一下，後來發現拉完了呀。往前走了這有多少米了？20來米吧。好不容易，終於規劃了新的路線了，朋友們。哇，太難得了。我走了100多米了。天哪，就讓我走路唄，就是。哎呀，終於走完了，熱死我了，朋友們。我們走了差不多2公里啊，然後導航時間差不多是45分鐘。這裡總結一下，反正印象最差就是我這個 OPPO Find X9 Ultra 呀，實時位置就是還可以，但是路線規劃真的是低到一騎絕塵啊，是比較拉的了，說實話。OK， 但它300U 還是 OK 的，整體算是比較好的吧。屌爆了，好吧？爆了，你確實爆了。然後華為呢是比這個 X300 Ultra 略弱一點點，但是這2台還是比我強了不少啊，朋友們。確實，你這個導航的那個靈敏度有點差。那我們來看電量吧，我這個 OPPO 還有19的電，我這個 vivo 還有5%的電。我感覺你快沒了呀。華為還有32的電啊。但是你確實負載是最低的啊。行吧，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車載導航去河西了，重點就是他們在隧道裡的導航表現。哎，我們今天就不去那個蜀意草原草了，因為就快沒電了。我們就繞一圈嘛。對，就從那個隧道裡面繞一圈再回來，直接去廁所了。OK。我們今天已經用了5小時22分鐘的手機了，我先說一下，怕等下沒電了。OK 啊，朋友們，我們已經上車了，今天我們有專屬司機，然後我們在過程中應該還會刷一下什麼信息流什麼的吧，就回來路程中啊 ，OK， 講話已經神志不清了，熱麻了，今天35度，是不是好熱吧？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終於要開始導航了，我們先看你的左轉，正在轉。哦，右邊的華為感覺稍慢一點點。好，我們現在往右並了，已經在最右邊車道上了。哦，3台手機都出來了，已經在轉了，馬上轉完了。華為感覺是會慢一點點。現在我們走到最右邊車道了，現在3台手機車道都是對的。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準備要右轉進入到隧道了。我們現在右側車道啊，3台手機的定位都是對的。OK， 都在隧道定位中了。3台手機的進度出現了點些微的差距啊，中間的 OPPO 開得最快。好，現在我們準備要併到左邊車道來了。我們現在左邊車道來了。哦，3台手機每一台是對的。現在，哎，華為對了，華為跑到左邊車道來了。
但是华为进度稍微有一点落后啊，它比 OPPO 落后了能接近200米。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弧线行驶了，这个 OPPO 好像是有点提前了，感觉最左边的 vivo 进度稍微准一点，右边的华为有一点点滞后啊。OPPO 这进度确實有點太快了。好的，我們在弧線行駛啊。完了，兄弟們 ，OPPO 要進入到岔路口了，它已經在岔路口了。好，不然它停住了。好的 ，OPPO 停住了。喂 ，OPPO 怎麼駛入到岔路口了？它怎麼要開出去了？現在前面堵住了呀。有個車在變進來。你看看這個 OPPO 什麼意思？哦 ，vivo 的進度跟我們差不多。哦 ，vivo 也提前了。華為落後有點多了哦 ，vivo 也駛入到岔路口了，完了，現在只剩華為了。好，現在我們剛剛駛入到岔路口，華為之後了，華為還沒進來，都不怎麼樣。華為為什麼不動？華為卡住了。哦，華為終於動了，然後 OPPO 也大跳了一下。現在華為進度感覺還是有一點點落後啊。哦，等一下 ，OPPO 怎麼就駛入到主路了 ？OPPO 你在幹嘛呀？vivo 停住了，不動了。vivo 這進度也快了一些哦。現在華為跟我們進度稍微準一點。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匯入到主路了。剛剛我們把手機擺反了呀。OV 的表現其實就是對調了一下。vivo 的表現是最差的，它在隧道裡面提前了特別多。OPPO 稍微提前了一點，華為就滯後了一點。但是華為在隧道裡的車道是比較準的，所以綜合來看就是 vivo 最差 ，OPPO 華為表現就還行吧。現在 vivo 只有2%的電了。OPPO 是16%的電，華為還有27%的電。那我們準備返程回去了，剩的這點電我們就刷信息流吧。你這挺爽呀，一次刷3台。我們還是先刷抖音啊。多機運動啊，大家的推送都非常的好看啊。不是，我這正看美女呢，怎麼給我黑屏了？就是微站精靈了，什麼玩意兒啊？才刷了3分鐘抖音，5小時34分鐘用了，算上10分鐘桌面，才5小時44分鐘，暴斃了。vivo 暴斃了，拿去充電吧。說一句老謝說過的話，X100 Ultra、X200 Pro、X300 Pro， 什麼 X200 Ultra、X300 Ultra 就是同一台手機，我覺得是對的，續航也沒有很大差別，我真服了。這就不行了啊 ！X300 有提前退出比賽去充電吧。這裡的 OPPO 還剩15的電，華為還剩25的電，就刷這2台吧。刷了10分鐘抖音了，現在換小紅書了。什麼意思？鴻蒙 7.0 要來了，這 6.0 適配就這樣，還 7.0 啊？再來整10分鐘淘寶。你剛剛是不是刷美女刷忘了，然後忘記換軟件了？還是我提醒你的？哦，那你剛剛沒看美女來看什麼呢？我在看你，寶貝兒。他準備好了。啊，對不起，我上套了。啊，我以後要提高一下警惕。我的天吶，哦，對了，朋友們，30分鐘信息流刷完了，沒啥問題啊。我的華為還有18的電，我的 OPPO 還有11的電呀。我顯示正好是6小時整啊，沒有算上桌面時間的話。那我們到廁所還有點時間，我們熄屏休息一下吧。好的，朋友們，我們已經下車了。vivo 我們充到了25%的電啊。然後呢，我們現在用微信來掃一下這個二維碼，來3、2、1走。哦，華為稍慢一點，再把它放大了一下啊。現在我們離那個二維碼大概有5米左右了，來吧。有沒有人能掃出來？完全沒有動靜，朋友們。往前走點吧，往前走吧，慢慢走。哦，左邊的 vivo 先掃出來了 ，OK， 啊，都掃出來了。很暗的地方1米左右，來吧。哦，華為好快哦，3米，來吧。哦，這一下華為就比較慢一點了。由於今天我們沒有去中南大學那一邊，但是這裡呢也是4G 網啊，我們來這裡測一個弱網信號，來吧，已經拍了1分鐘的微信了，3、2、1走。哦，vivo 要導出，好，其實還是挺快的，這裡信號4G 還行。OK，OPPO 已經發完了。這麼好呢？你看它這一次就很快了，它之前是最慢的。華為怎麼還在？OK， 反超華為，反超華為了，華為在導啊，現在在發，現在開始發的。好的，我們再繼續下載一個300多兆的遊戲啊，來吧，用他們默認瀏覽器，3、2、1點，我們來看一下速度哦。你下載失敗了，你已經下載失敗了啊！重試一下來。這個X9怎麼回事啊？X9U，不會還失敗了吧？
还是零，还是零，跟你一样，下载失败，又失败了，又是完了呀，其他2台都在下呀。啊，来，下载，直接走起。你刚刚什么？你刚好味儿好重啊！有了 ，OK， 终于有了，重复了几次啊？这个速度好像也差不太多。反正进度已经遥遥落后了。闪一下吧，等一下有人又说位置了，干什么？你说话呀！瞅我这马，拍我这马。现在华为已经下到接近90了。华为感觉就要下完了啊！又下来75%了。那这么一说，感觉 OPPO 也差不多呀。哎，华为96。等一下 ，OPPO 赶上来了，朋友们。华为98。华为应该是第一個下完了。华为99。哦，華為下完了 ，OK， 華為是最快的啊。怎麼說啊？信號真行。OV 現在非常的焦灼。你們不是一家親嗎？你們2個不都一直都很焦灼嗎？我們是一家親。你那個眼神，我真服了。不一定。哦，vivo 還是快一點。不過我比你落後那麼，哎，我也是下完了。其實這樣來看的話，好像我還行啊，對，還可以。OJ 的家人們已經進入到這個信號很差的廁所了，現在3台手機都有信號啊。那我們用聯通卡打個電話吧，一點。哦，只有中間的 OPPO 沒有通啊。OPPO 衝啊，通了，最慢。好，接下來我們在微信裡面發送一個表情。點。哎呦，華為稍微慢了一點點。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微博裡面了呀，然後只有左邊的微博跟右邊的華為說出來新的內容，中間的 OPPO 還在加載中啊。哎，微博先把頭像和圖片加載出來。他還搶了，這是什麼？這是大雷。哦，OPPO 也出來了，那我們同時刷新一下吧。來吧，3、2、1，送。這個 OPPO 中間怎麼又數據加載中了？啊？華為剛剛怎麼突然沒了？哦，那還是最左邊的 vivo 出來了。我另外2台沒有反應啊。OPPO 也有反應了。但是華為怎麼回事？華為也出來了，我們再來一遍吧。來，3、2、1，送。還是 OPPO 稍慢一點。對。OK， 我們現在進入到抖音裡面了呀，3台手機都是這個沒有再出新的內容。 3台手機。vivo 出來了 ，vivo 在刷。哦，那可以刷到新內容。哇，評論區能看嗎？隨便點着吧。牛逼！可以。視頻能刷出來，評論區能看。另外2台算了吧。GG。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電信場了，來打電話吧。一點。哦，還是 vivo，然後是 OPPO。哎，華為呢？華為什麼意思啊？哎，再來一遍。來，華為燈再打一遍。竟然華為輸了。哇！接下來用電信卡在微信裡面發送3個表情包哈。點。哦。什麼意思 ？vivo 發完了 ，OPPO 收到了，華為還沒有收到。vivo 真的在這裡先秒了。這個 OPPO 跟華為。啊！華為又輸了。它聯動好像就是比較差呀。我們不等了吧？就這2台已經這樣了。我們在微博等了好久，3台手機終於刷出第一次東西了。那我們再統一刷一下吧。3、2、1，送。等一下，是誰？誰又是第一個？哎，怎麼這麼慢？啊 ，OPPO，其次是華為，最後是 vivo。再來一遍。3、2、1，送。又是 OPPO 第一，華為，今日應該就是 vivo 了。來吧，剛剛微博是 OPPO 第一，現在呢，網絡不佳 ，OA 網絡不佳，華為呢？華為也刷不出來啊，這麼差的嗎？這點讚是點上了，哎，vivo 出來了，這個 OPPO 是已經陣亡了呀。哇 ，vivo 又找到信號了，剛剛微博死活刷不出來。vivo，咱們再刷一下吧，刷來試試。哦。啊，可以啊，只是說是黑的，沒有新的東西出來。說完了，朋友們，我只能說這個總結非常的難啊，讓我先捋一下好吧。首先是這樣子的，就是我們先用的聯通卡，然後呢 vivo 的表現是蠻好的，然後呢 OPPO 和華為大差不差。
其次我们切到了電信卡呀，但是 vivo 的表現呢就是有好有壞啊，可能又能打通電話，但是呢網絡可能又不是那麼的好，就不穩定唄。對，然後呢 OPPO 它無論聯通還是電信都差不多。哦。但是華為呢是差不多的好還是差不多的差呀？差不多的差。哦。然後華為呢這個就沒有想到，它電話也打不出去，但是它這個微博和抖音好像還行。電信卡是吧？對，要我說真的就是這三台真大差不差。就是稀亂。你硬要說就是 vivo 略好一點點。哦。Okay. 他說你略好一點點。他愛你，他愛你，他就是比他好，他就是愛你，他就愛你，他不喜歡你，你知道嗎？我也不喜歡他呀。他們兩個在幹嘛？什麼？好了好了，我們就準備回家了。在幹什麼？在幹什麼？你們幾個？柴貓又去進食去了。我們本來到這裡呢是準備，因為還有一點電，準備打把遊戲的啊，因為還要等一下天黑，等下去充下電，看一下夜景的。然後那個哥們呢就又去拉屎了。我真服了呀！我們天天就在這邊等他拉屎，然後等他吃飯，吃的多，所以拉的也多。不應該是拉的多，吃的也多。差不多，對他來說我感覺沒什麼區別，只是入口跟出口的區別。朋友們，他終於拉得回來了，大家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天色已經比較黑了啊。華為在這段時間待機的過程中呢，掉到了9%的電，然後呢，OPPO 還是5%啊，真不好說。現在4%了。哦，現在4%了是吧？他們準備打一把王者啊。所以咱們打5V5還是10V10？你下車打10V10，打10V10。OK， 好。打10V10，就是把能拉的全拉最高，因為現在我們車裡面的這個溫度是比較低的，好吧？把你們什麼超級SDR、超級畫質都給我打開。你就頂着跑，反正華為今天的負載已經低很多了。OK，遊戲超分高畫質。哦，你 vivo 也參加啊？哎，不對啊。你vivo要參加嗎？我要參加一下吧，參加一下吧。好，就是我已經充完電，充到30了。OK。哎，但是它顯示我遊戲幀率為極致，使遊戲超分不生效。哎，那你就不開唄。沒意思。你這前面有燈沒有啊？這裡有燈。有。OK，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大家之前都是看一個人在黑暗裡面。OK， 是這樣的，朋友們，就是這個我把 OPPO 的負載拉高了啊。首先在顯示設置這裡面有一個超級 HDR 畫質和高分辨率的選項，打開了，然後操控設置裡面有超頻響應。別的就沒有了，就這些了。OK 了。OK。X300 Ultra 呢，就是這個4D 遊戲震感可以開。哦，操控設置，觸控調節拉滿啊，只有這兩個能調的，這東西沒有什麼用。什麼？線目控設置？你下車去打。華為沒什麼可整的，就這樣吧。高性能不開啊？沒必要開吧，反正我都已經能跑滿。他們兩個在交流病情啊。其實沒有，他們兩個在把亮度統一啊。OK 啊，朋友們，它關機了，超級省電模式了。天哪！我們剛剛看的是6小時25分鐘。對，它就進入超級省電了。那你這裡面能夠加個王者嗎？哎，能加。沒必要了，但是幀率也很低了。你應該就60幀了吧？我看一下你能到多少幀。來看一下吧。那你其實就是算上10分鐘桌面的話，6小時35唄。對，你還多少電了？與此同時，華為還有7%的電啊，有點勝之不武。說實話，負載低很多。我電池也小那麼多嗎？你還是1.5K。現在回到遊戲界面了，現在看幀率啊，60了，不出意外啊。OK， 朋友們，這個10V10打完了，然後我的這個 OPPO 呢是還有1%的電，今天使用時間是6小時35分鐘，已經進入那個超級省電了。對，我們看不到它那個使用時間了，給它再加10分鐘吧，因為你還有電。OK， 那就是6小時45分鐘。對，我打完這把遊戲之後還剩了4%啊。OK， 那華為我們就不用玩了吧？它現在就是這麼個情況了。最恐怖的就是你的 X300U。X300U 本來今天是用了5小時44分鐘關機的，然後我們給它充到30%的電，剛剛打了一把王者榮耀，一格電沒掉。它打之前是30%，打完之後還是30%，這不對吧？這是太虛了吧？這就有點假吧。好的，朋友們，天終於黑了，但還是很熱啊。我們現在準備來拍一下夜景，還是先錄像啊。好的，我先試一下 vivo， 它能不能在晚上切？應該是可以切的。現在是超廣角，好，開始拖。OK， 到主攝也沒有明顯變亮啊。好，到長焦，哦，明顯變暗了。OK， 它最高是30倍，看一下30倍，我拍太極啊。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效果。現在是 OPPO 啊。超廣角開始拖，哦，很快才拖到1倍了，看到嗎？好，超廣角拖到1倍，哎，變亮了一點，然後再到3倍，變化幅度挺小的，然後再往上到10倍。哦，用了，但是很黑啊。不如不用好像。感覺是很黑的啊。這是最右邊的華為啊，拖
OK， 1倍，明显变亮了。好，再拖，到长焦。哦，还 OK 啊，亮度至少保证的还可以啊。好，再往后，30倍。还行吧，我只能说，但是有点抖啊，感觉它防抖不如其他2台啊。好的，现在是他们的主摄，我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我从取景框上看的话，就是 OPPO 最稳啊。我不知道成片会怎麼樣。確實，你看 vivo 這個會有點過爆了，還是對着他們走。OK， 現在是 vivo 對着它的臉，不是很亮啊。OPPO 這個主攝感覺還亮一點，華為這個非常亮。哦，我的天啊，感覺這個麒麟90 30S 確實在 SP 上是有一些那個東西的啊。終於發力了，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人的左邊，它那個燈出來是有種星芒的感覺，看到嗎？華為這邊。好啊，接下來呢，我再用他們的長焦，可能對的位置不太一樣啊，我也是慢慢向他們走過去。哦，華為這邊整體亮度是確實高哎，反正大家看喜歡哪一個的效果吧。我怎麼感覺 vivo 拉了呢？感覺去年 vivo 還蠻強的，差200 Ultra。那麼接下來呢，我就在這裡拍一下照片啊，就拍一下人啊，拍一下什麼炫光啊，拍一下什麼這邊的場景啊。那麼在這裡拍照呢 ，vivo 和華為我們還都是用的原色啊。朋友們，我在用這個10倍的時候，我對着這個照片牆，華為這邊為什麼這麼藍啊？我調的是原色啊。不就是紅楓嗎？這麼藍嗎？其他2台都還行啊。vivo 這邊是最真實的，然後 OPPO 這邊是有點偏黃綠的，但是它為什麼這麼藍呢？我看一下它會不會動啊？它會不會變啊？我這邊好像好一點。這邊好一點嗎？但還是很藍，你不覺得嗎？再往這邊來。啊，又好了。又好一點了，哎，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它白平衡就在飄啊。我們特意還找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暗一點的地方，看一下這個 OPPO 的10倍啊，就是那一塊，是我們能在這裡找到可以說最暗的地方了。就拍那個小窗戶，有個花啊，直接從長焦開始拍吧。朋友們，中間這台 OPPO 我現在用的是10倍啊，它是沒有切鏡頭的，所以在這種光照條件下，它就已經用不了它那顆10倍了啊。朋友們試了一下，好像只有在大師模式下是可以關掉的。那我這一張10倍 OPPO 就用大師模式的自動來拍一下吧。我現在從取景框裡面看已經非常的暗了，強制使用。強制使用。這個效果可以說很慘了，感覺焦都沒對上。那我也再回到照片模式，用它那個裁切的吧，來試一下吧，大家看一下這個區別吧。唉，8點45了，今天終於結束了。今天拍照可能會久一點，能有1個多小時，但是王者少打了一把，有些小項目也七七八八也沒有測完嘛。今天華為用了6小時35分鐘，算上10分鐘的屏幕使用時間，它還剩7%的電。OPPO 呢，同樣是6小時35分鐘進入了超級省電模式啊，還有1%應該是。vivo 的亮屏時間呢是5小時44分鐘，然後就進入了微電競領。這個是算了桌面時間的了啊，就是加上桌面時間之後的這個續航，我只能說拉完了，好吧？確實有點拉，但是我要跟大家說一下的是，今天 vivo 整體的負載是要比 OPPO 稍高一點，這2台比華為都要高很多啊。華為最多就能開到那麼多了嗎？王者不能120和 HDR 同開，金閃閃可能開新的模式有45幀，其他2台都是120或者144的那個金閃閃了，就他們2個可以開得高，就給他們全都開高了嘛。那我就先來說一下這個 vivo X300 Ultra 的表現啊，你給我滾遠點！他天天在這模仿你。
导航方面呢，步行导航还不错，步行轨迹也还不错，但是车载导航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拉了胯了，在那个隧道里面非常差啊，而且那一段我们还讲反了，就把 OPPO 跟 vivo 讲反了，就不小心连累到你了啊。然后 vivo 的性能释放表现呢，两个游戏差距也非常的大。王者荣耀呢性能释放表现还不錯，開了不死模式之後，144帧是基本上都可以穩到的，然後網絡也沒有出現過什麼波動，操作起來也是非常的流暢。但是金鏟鏟呢，它鎖幀就鎖得比較嚴重了，120是幾乎沒有見過的，確實。然後沒多久就鎖到90，然後再過了幾分鐘之後就鎖到了60，後面就再也沒有升上去過了。它今天整體的信號表現都還不錯，比這位 OPPO 還是要強一些的。廁所裡面的信號呢也還不錯，就稍微有一點點的不穩定，在廁所裡面。好的，就感覺除了拍照之外，沒有什麼提升吧。機身發熱也挺嚴重的，這個機身下部都還是挺燙的，握持感並不是特別好，在外面打遊戲基本上不套殼就拉不住。可不是呢，今天一直燙我能不知道嗎？真是的。反正我今天看你們用完 X300U 之後，我是找不到理由要換這個手機的，因為我用 X200 Pro 嘛。你光看參數也沒有什麼買的理由吧？我覺得7、8千塊錢買個這手機，不如去買上一代的 X200 Ultra。就如果續航夠用的話啊。是的，其實續航差別也不是特別大。哎，我真服了。那麼接下來就由這位 OPPO 盜版高樂高來講一下 OPPO 的表現。什麼意思啊？你們之間是有什麼？就這內部梗嗎？這個綽號居然被他自己本人使用了啊！強人本人玩梗最為致命，好吧 ？OK， 我這個 OPPO Find S9 Ultra 總結一下就是拉完了啊。你剛剛上一句話念 X9的時候，我還想說你上單，結果你下一句話就是拉完了。這個機器其實我之前用了幾天，然後感覺呢，其實沒有像今天這個印象這麼的深刻啊。是為什麼？因為今天主要好的一個點就是它目前遊戲的上限給的蠻高的，在新展場的話給了144，然後在我們飯店打遊戲的時候呢，其實那個幀率穩的也蠻久的了。雖然說這個後面可能達到了90啊，但是遊戲模式一開也穩了蠻久。然後這個內部堆疊這麼複雜，我覺得別的方面你亮度低，別說我你亮度低，很低。你亮度低，非常。我得說一句話，就是他好像在用攝像頭的時候亮度都挺高的。對，是的，就是那個白名單感覺賊明顯。微信視頻啊，包括前置、後置錄像、拍照都很亮，而且你同時還要滿足一個就是環境光特別亮，能夠激發它那個激發亮度才可以。對，是的，就不要太明顯了，好吧？它今天這個導航方面呢，其實真的我覺得很差勁了。雖然說在車載導航的時候比這個 vivo 還是略強一點點，但是也沒有那麼明顯啊。那麼在後面的這個高德地圖的步行導航的時候啊，其實位置還是可以的，但是這個路線規劃呀就不敢恭維了呀。那是不叫慢一拍了，那是慢好多拍了。就那個路線最後，我感覺你們要不攔我就走回家去了。就是如果按照你那個走的話，那是要多走大幾百米的。其他的方面的這個廁所裡面的信號也是拉完了，好像就沒了，真的沒了。而且是拉完了，對吧？而且賣的挺貴的。反正賣到這個價格，你不降一樣價，那是說不過去了呀。反正它好的點呢，基本上都在我等下要總結的部分了啊。對，然後7000毫安電池呢，我覺得也就是還可以吧，還可以吧，但是它調度確實鬆。對，就亮度真的不敢恭維了。那別的沒什麼好說的，這個下一個小朋友吧。你什麼時候變成小朋友了？對比另外兩個拉完了，我覺得 Pure 90 Pro Max 至少是個人上人，好吧？我覺得它挺進步挺大的。對，我可沒有這樣的動作，你們為什麼說你自己動作？哎呀！它今天沒有什麼很大的毛病，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它在衛生間裡竟然用電信卡打不出電話。高德地圖車載導航會稍微有一點滯後，其他來說都是華為的傳統小毛病了。百度地圖沒有適配步行軌跡記錄，王者榮耀不能120幀加 HDR 同拆，金鏟鏟標的有60，但實際上它的高性能也只有45幀。就明顯沒有60，這可能鴻蒙7.0還能再好好優化吧。OK，它今天其他整體表現都還挺好的，一整天的亮度讓你綜合來說都是挺不錯的。對，還算是這三台手機裡面比較好的了啊。反正講到亮度就逃不過你，好吧？要辨識了是吧？不好意思。不按。好了，可以了。高德地圖的步行導航和步行軌跡記錄表現也都還可以，在4G 網絡情況下下載速度也比較快。反正我覺得對比另外兩個 Ultra 它是特別值的，因為它今天價格確實還可以。6小時35分鐘，剩7%的電，省着點用7個小時也行吧。那麼拍照相關部分交給大師繼續來說吧。好的，那就由我來總結一下他們的拍照錄像，反正就跟攝像頭有關的那個表現了。就是今天比較讓我意外的其實是華為啊，就是它的那個取景框進步非常的明顯。
点。除了颜色之外，我觉得它的取景框无论是清晰度还是流畅度都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早上呢在拍照的时候，这2台手机全都出现了取景框的掉帧了，就发热之后就感觉他们那个帧率不太行了啊。华为呢就一直是保持了高帧率的，这个9030S 加强了 ISP 确實是不錯的啊。我對於這台手機只有一個點在拍照上是不太滿意的，就是它不論是原色還是鮮豔，還是說它的那個什麼電影模式吧，我們今天是試了一下的，我都不是很喜歡。我覺得我找不太到一個我很喜歡的它的一個綠色的拍照的模式。但是這幾台手機呢，好像除了 OPPO 吧，其他2個都是可以調的。OPPO 好像不能調啊，就他們都有那個調色盤。如果你能力夠的話，你可以自己去調。然後你喜歡它的風格，我覺得買它是沒有問題的，進步很明顯。但是呢，它在拍照的時候，尤其是那個原色模式，就也不是很準啊，然後有點偏色的，好吧啊，包括我們剛剛拍的夜景，也是有一個地方的白平衡挺飄的。我後面在拍這個其他夜景的地方，也覺得它的白平衡不是很穩定啊，就是有一種一直在算的感覺。我覺得除了這點之外，你找不出它特別大的毛病，而且它的價格還是這3台手機裡面比較低的。那麼再講一下 X300 Ultra 吧，我是 X200 Pro 用戶，我沒有理由換它。我覺得它的表現甚至不如去年的 X200 Ultra。為什麼呢？它今天白天的在太陽底下那個曝光是偏高的，而且我們在拍很多別的地方的時候，包括錄像的時候，也能感覺它的曝光是有點問題的。但它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其實顏色還是比較準確的啊，也不好說它是退步了，還是說其他家趕上來了。我覺得它今年已經沒有很大的優勢了。那麼接下來就是今年進步感覺上比較明顯的 Find X9 Ultra 了。它那顆10倍白天確實還是比較強的，你要數毛的話，那它絕對沒錯，好吧？但是晚上呢，確實我們剛剛也試了一下，在比較暗一點的地方，就有點調不出來了，那個效果也就比較慘了。但它的拍照體驗是我覺得這3台手機裡面比較不錯的了，取景框也清楚，就是發熱之後會掉幀，但是顏色什麼的也還是比較準確的。它默認那個影調，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喜歡的，就有點偏黃偏綠啊，但是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它也還相對的真實，包括對於膚色啊、陰影啊那些處理，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於還原真實的，所以看上去觀感是比較自然的。但它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還是來源於它堆了這麼多料，那個散熱感覺就不太行，非常影響體驗。它也是唯一一台下午在我們那個錄像拍照中掉幀了的，其他2台都沒有掉幀啊，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沒有太陽直射了。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它接下來優化的一個方向啊，因為今天調度已經比較慫了，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取捨的吧。但是它用攝像頭的時候確實那個亮度還蠻高的。然後呢，前置的話 vivo 還是那個老問題，就是它前置比較窄，視野範圍不廣。你後置呢我可以理解，好吧，因為它是35毫米的，但是前置那麼窄，其實用起來就不是很爽了，尤其是在打微信視頻通話的時候。然後最廣的呢就是 OPPO 了，它前後都挺廣的。華為呢就在微信視頻通話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卡頓問題，我們重啟了之後再進打微信視頻通話，它還是非常的卡。這個就不知道是什麼問題了，好吧？有可能是太熱了吧？但是你當時機身的發熱也沒有很大呀。今天華為整個的發熱其實是比其他2台要好一點的。這3台手機如果要我來選的話，我第一還是會選 OPPO， 但是拍照體驗那個環節可能還是要給我搞好一點。我個人喜歡程度的話，華為可以排到第2，就是你只要喜歡它那個風格，那我覺得你是完全可以買的。我最失望的就是 X300 Ultra 了，就我找不到理由，好吧？我要洗一下啊，X300 Ultra肯定是因為前代太成功了，所以這一代的提升不是那麼的明顯。我覺得還有降級，好不好？它那個取景框是這3台裡面最拉的。還有一點就是今天 X300 Ultra 我們在拍那個美食的時候，那張長焦微距的照片啊，它出現了，就是我從相機的那個頁面點進相冊，卡了非常的久，就是一會兒就是一個模糊的，一會兒又是好的，就是很奇怪。那個 bug 我覺得不應該出現在這樣的旗艦手機上。而且它還是反覆出現。對，我們還甚至遇到了2次還是3次啊！哇，超熱的一天終於結束了，我受不了了。這是今年最熱的一天，35度。反正我渾身的衣服都已經濕透了，你知道吧？現在才5月份，後面2個月。好了，多說一句話都是徒勞，我們趕緊回家吧，好吧？已經9點多了，好不好？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來如喜歡我們的視頻，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好的，更多精彩視頻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 online，我們每天都見，拜拜。不想跟你見，不還是依舊不想跟你見，拜拜拜拜。